他是高尔夫投手，也是最强狙击手。在香港，他被称为花钱最猛的亿万富豪，将有钱任性诠释得淋漓尽致，一生以豪奢闻名。就连李嘉诚都甘拜下风，在27岁就赚到了1个亿的惊人数目，一口气买下了5辆迈巴赫。他在香港住的是价值10亿的山顶豪宅，出门坐的是1000万级别的代步工具，名下还有3架私人飞机，一套西装就价值几百万，一条裤子更是高达21万，穿几次就扔掉，所以每次都买100条。他对爱马仕情有独钟，堪称骨灰级玩家。据他自曝，个人收藏的爱马仕包包有1000多只。曾经有媒体跟拍他到爱马仕扫货，短短20分钟消费了至少6位数，需要保镖搬3次才能搬完。而他在吃这方面也颇为离谱。去过香港的人都应该听说过香港的福临门餐厅，这是香港最高档的粤菜餐厅，每年进账8个亿。他每年在福临门都要消费400万以上，其中还是不包含酒水的。他每次去消费都在10万左右，而且每餐都摆着顶级的海鲜，像什么极品12头鲍、花椒黄海虎翅、澳洲龙虾等都是家常便饭。不光如此，他对女明星也是相当豪横。翻开他的女友履历，最美港姐李嘉欣、无限花旦蔡少芬、绝代美人关之琳都通通被他收入囊中过。名气小一些的像洪欣、袁洁莹也都是个顶个的美人。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娱乐圈这些大家熟知的女友只占1%，圈内外不知名的女友根本数不过来。1988年，18岁的李嘉欣成为香港选美比赛冠军，瞬间引得无数富豪侧目。他毫不犹豫抢先出手，第一次见面时就送了一套800多万的房子作为安乐窝，豪车奢侈品更是有求必应。和蔡少芬在一起时，他又豪掷100万宴请宾客，大摆50桌为对方庆祝18岁成人礼。在迷上关之琳后，知道对方喜欢收藏，又斥巨资开了一家古董店，然后一度承诺会离婚，迎娶关之琳守护他一辈子。然而没多久就闹出了轰动全国娱乐圈的高尔夫球事件。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的主角就是香港女星狙击手刘銮雄。在1993年，关之琳因身体不适前往医院接受紧急治疗，而令人震惊的是，医生从她的体内取出了2颗高尔夫球。这样的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传闻和绯闻层出不穷。有传闻称，刘銮雄曾向关之琳提出以1000万一颗的价格让她将高尔夫球放进去，而关之琳为了获取2000万的酬劳，竟然决定在自己的体内放置2颗高尔夫球。这一事件对关之琳的个人形象无疑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关之琳这位曾被誉为香港第一美女的明星，却因一场高尔夫球事件而名誉扫地。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说说这位同时为财经板块和娱乐板块贡献 KPI 的传奇人物。刘銮雄1951年7月21日出生于香港，他的祖籍呢是广东的潮州。上世纪50年代初，在内地人涌向香港谋生的巨大浪潮中，香港的人口急剧膨胀，从1945年的50万，短短几年间就猛增到了1950年的220万。刘銮雄的父亲刘火荣正是这波移民潮中的一员，他带着妻子叶舒婉从潮州老家来到了香港，在这里开启了一家米铺，小日子过得也算是有滋有味，达到了小康水平。米铺的生意虽然挺红火，但毕竟来钱慢。当时香港纺织业兴起，刘火荣就迅速投钱开了一家制衣厂，可惜被骗了个精光。刘銮雄刚好在这个家道中落的时期出生，家里穷到连床都没有。之后呢，他又有了4个兄弟姐妹。父亲被骗后消沉了一段时间，在家待业，家里的生计全靠母亲贩卖些杂货来艰难维持。身为长子，刘銮雄便帮着母亲一同打理家中事务，照顾弟弟妹妹。10岁之前，他都是睡在地板上的。10岁之后，父亲开了家风扇工厂，家里的境况才逐渐有了起色。家境富裕之后，叶舒婉总觉得对儿子有所亏欠，于是就把刘銮雄送到了加拿大顶尖的温莎大学去留学。本科主修的是电子专业，后来又转去攻读数学专业，毕业的时候还特意送了他一辆跑车。1974学年成毕业之后，刘銮雄回到了香港，他加入了家里的生意。但留学归来的他与家族传统的经营理念不太合拍，他觉得家族目前出口吊扇的中东市场竞争太大，利润稀薄，想把吊扇卖到还没被注意到的北美市场。他的父亲却认为北美家家户户都有空调，谁会买吊扇呢？于是刘銮雄决定自己出来闯荡，但他当时手头没有钱，缺乏启动资金，这该怎么办呢？
当时他的女友保永琴毅然卖掉了自己的嫁妆，那是一套房产，凑齐了钱交给他。刘銮雄就这样获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1978年，刘銮雄与朋友梁英伟创办了爱美高风扇厂，主要生产古典风格的吊扇，专门瞄准北美市场进行销售。当时西方世界正好经历了石油危机，掀起了一股节能环保的风潮。爱美高生产的吊扇不仅省电节能，还具有独特的古典美感。经销商们不断追加订单，公司1年之间就卖出了24万台吊扇。就在27岁这一年，刘銮雄就赚到了人生第一个小目标。80年代初，刘銮雄开始活跃于金融及地产业。1983年，成功让爱美高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是香港第一支新兴工业股。但经营了几年后，他发现风扇行业的利润快跌没了。数学系出身的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西方资本股票市场投资债券的热潮兴起，于是果断放弃了制造业，转身投入了金融游戏，开始炒股和购置房产。1985年初，刘銮雄与梁英伟产生分歧，将自己持有的爱美高股份出售给基金。由于爱美高产品滞销，导致股价下跌，刘銮雄在股市又重新购回股份，最终重新夺回了爱美高的控制权。当初的出售价格大约为每股2港元，购回价约7角，一抛一售间。刘銮雄到手34%的股份，不仅重新夺回了公司控制权，还合法割韭菜，成功获利2亿港元。之后，刘銮雄多次采用这种低买高卖的手法收购其他公司，比如庄氏家族的能达科技。华人置业是一家老牌的地产公司，华人置业这一战也让刘銮雄股市狙击手的名号响遍了整个香港资本市场。此后，华人置业就成了刘銮雄的狙击剑。他利用公司的雄厚财力收购了好几家空壳公司，并且大量入股目标企业，多次在地产行业的低迷期成功抄底，买下了铜锣湾和湾仔的许多优质物业，被称为铜锣湾铺王。据说香港有1半的物业都是华人置业的。之后呢，他的核心业务转移到地产投资上，并在1992年进军内地，在多个城市都有他的投资。2005年，刘銮雄就已经凭借21亿美元，差不多164亿港元的身家，排到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451位了。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他的个人财富达到了132亿美元，在2023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排名第8。他的弟弟刘銮宏同样是一位超级富豪。由于刘銮雄是家中的长子，所以大家都习惯叫他大刘。至于刘銮宏呢，大家就叫他细刘，也就是小刘的意思。真是富的流油啊！当然会有许多昂贵的爱好。刘銮雄爱好收藏，收藏品的范围很广，印象派当代艺术、中国画、瓷器、珠宝首饰、红酒、雪茄等等等等。但他搞收藏总是在一收一卖间赚了一大笔。2003年，他将一对珍藏的唐三彩陶马送到纽约苏富比进行拍卖，估价1200万港元，被一位犹太商人以高达157.6万美元购得，创下了同类古董拍卖价最高纪录。当然了，豪门3件套，豪车、豪宅、私人飞机是不可少。刘銮雄拥有多架私人飞机，豪宅、豪车自不必说，他还对车牌号码颇有讲究，曾经在政府车牌拍卖会上购入了20多个车牌。香港有一项自定车辆登记号码计划，能够通过拍卖获得特殊车牌。刘銮雄就豪掷4000万港元买下了8块车牌，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 I Love You 车牌。这款车牌现在是由甘比在使用。除此之外，刘銮雄还是爱马仕的顶级贵宾，他是全香港拥有最多爱马仕手袋的富豪。他自曝拥有超过1000个爱马仕包包，除了自己日常使用，他身边的女人也个个都是爱马仕的忠实玩家，礼物多到收到手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他那些养活了无数香港八卦小报的风流情史。早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刘銮雄就结识了同样在海外求学的保永琴，也就是卖掉房子给他启动资金的那一位。保永琴祖籍北京，在香港出生，父亲是海关工作人员，但在他9岁时就中风了，靠母亲做点零工补贴家用。高中毕业后，保永琴在肯德基打工，攒钱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留学。留学期间呢，也是靠着半工半读才完成了学业。和刘銮雄是在留学时认识的，同在异乡的2个人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在爱美高挣到第一桶金后的1979年，刘銮雄和保永琴在香港登记结婚。1980年，保永琴生下了儿子刘明伟，83年又生下了女儿刘秀荣。保永琴也可以说是糟糠之妻了。
还没结婚就卖房子帮助刘銮雄。刘銮雄呢也不负期望，事业成功，两个人儿女双全，怎么看也得是风雨与共，携手共度美好人生了吧。但刘銮雄的心和他不满足于实业经济一样，在外飘远了。1988年18岁的李嘉欣参加港姐选美，一出场就惊艳港岛拿下冠军，也直接拿下了刘銮雄的心。李嘉欣家庭条件不好，而刘銮雄出手就是跑马地半山2处的超级别墅，不仅用钱还用心。在李嘉欣住的大厦停电的时候，他亲自走上20多层送肠粉，成功抱得美人归。热恋期的刘銮雄甚至会在报纸上公开示爱。据说在1992年的情人节，刘銮雄就在报纸上刊登了2则献给李嘉欣的示爱广告，向全世界高喊我爱你。后来有一年，报纸上又出现了一则道歉广告，抬头写着老婆，落款则署名你的狗狗。坊间都盛传这是刘銮雄登的报，就是为了讨李嘉欣开心。不过这些都被10年后的刘銮雄否认了，他只承认2006年那次是他干的。2006年6月20日，那天是李嘉欣的36岁生日。那时他已经和刘銮雄分手了，正和许晋亨在一起。有个神秘人在报纸上以 The One 的名义刊登了全版广告，祝贺李嘉欣生日快乐。这位神秘人物便是刘銮雄。时光飞逝，3年后的2009年，刘銮雄再次以 The One 之名为新落成的大厦提名。这份一往情深的痴情人设被港媒描绘的煞有其事，活灵活现。话说回两人的恋爱时期，要说这位刘銮雄先生啊，送豪宅赠名车也就罢了，毕竟是超级富豪嘛，钱对他来说那都不是事儿。但难得的是，他还显得格外用心，一颗真心像美人，这一切都让单纯的李嘉欣深信刘銮雄是真心爱自己，也给了他恃宠而骄的底气。那时刘銮雄和宝永琴还没离婚，李嘉欣直接打电话给宝永琴，说他和刘銮雄是真爱，还破口大骂争夺正妻之位。有一回宝永琴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直接把电话塞给了刘銮雄，让他听听李嘉欣说的话有多过分。没想到刘銮雄非但没有责怪李嘉欣，反而顺手接过了电话，和李嘉欣在电话里热络地聊了起来。2006年已经和许晋亨公开恋情的李嘉欣上了访谈节目《智云饭局》，在节目里大聊特聊他和刘銮雄过去的那些事，说刘銮雄是个好人，只要他有困难，刘銮雄都一定会伸出援手帮助他。他们现在依然是關係很好的朋友。不過他否認自己曾經打電話給寶永琴這件事兒。喜歡啊，劉生，可唔可以讓佢俾你？有冇啲咁嘅事？冇啲咁嘅事，我唔會做啲咁樣嘅事。也承認自己的確對寶永琴造成了傷害，但他認為自己只會負一半的責任。而自己當年也太過單純了，天真的以為劉銮雄這輩子只會愛他一個人，沒想到他身邊還會有別的女人。因為嗰陣時啦，佢講得好好聽嘅時候咧，咁你知我純啊嘛，咁我亦都真係當咗係真噶嘛，咁所以咪就係咁樣咯，即係發現到唔係嗰陣時咪。1991年，李嘉欣正在拍攝電影《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劉銮雄特意前往片場探班，大家原以為會看到一場甜蜜的真愛秀，沒想到劉銮雄卻對劇組裡的另一位美人關之琳一見傾心。關之琳出生在一個演藝世家，她的父親是香港邵氏電影公司的著名演員，母親同樣也是邵氏旗下的演員。這原本該是一個標準的星二代，堪稱含着金湯匙出生、幸福成長的故事。但是誰也沒料到，關之琳的父母感情最終破裂了，父親有了外遇，家庭也因此支離破碎。不得已，關之琳只能跟着母親一起艱難生活。或許這段經歷給她內心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從小缺少父愛的她，價值觀發生了轉變。18歲時，她與皮草商人文彼得相戀，之後又嫁給了比她年長17歲的富豪王國勝。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半年。離婚之後，關之琳又和地產大亨馬清偉走到了一起。而馬清偉的妻子呢，正是《新白娘子傳奇》中扮演小青的陳美琪。當時陳美琪正懷有身孕，得知丈夫出軌關之琳，氣得不行。劉銮雄知道關之琳愛錢，投其所好，送豪車豪宅。1991年10月，劉銮雄以760萬港幣購買豪宅送美人。93年，劉銮雄又送了關之琳一套豪宅。關之琳在97年以2800萬港幣的天價出售這棟房子，直接套現。因為關之琳對古董情有獨鍾，劉銮雄更是大手一揮，直接送了他一家古董店。在一波又一波的重金攻勢下，關之琳最終也投入了劉銮雄的懷抱。身邊已有關之琳、李嘉欣兩位絕色佳人相伴。
刘銮雄却仍不满足，又将目光投向了港姐季军蔡少芬。那时的蔡少芬年仅17岁，正值青春，容貌出众。她的父母早年离异，妈妈不仅没有工作，还沉迷于赌博，欠下千万赌债。刘銮雄英雄救美，大手一挥，直接帮蔡少芬还清了母亲的赌债，还送了2套豪宅。在蔡少芬18岁生日时，花了上百万为她举办生日派对，与3位美人同时周旋。刘銮雄出手十分阔绰大方，豪车、豪宅、珠宝、古董一股脑的送出。这一套追求女生的流程走下来，他早已是名声在外了，甚至有母亲带着自己的女儿主动找上门来。接着呢，他就靠着这套流程，又追到了在《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饰演蓝凤凰的袁洁莹，之后又是当时也还很年轻的洪欣。这时候他的原配夫人保永琴还没有发生，李嘉欣先坐不住了，打电话怒骂刘銮雄。那一句著名的我真恭喜你啊，簽咗個洪恩咁蠢閪女人翻去啊，恭喜你啊，廣為流傳。92年保永琴與劉銮雄正式離婚，保永琴分到了10個億的家產，還特地在離婚時說明劉銮雄娶誰都可以，就是不能娶姓李的那位。看起來比起鶯鶯燕燕，原配夫人更是難以忍受粗俗的辱罵接連不斷。蔡少芬從未有過上位的想法，李嘉欣與關之琳之間的明爭暗鬥卻在民間流傳得沸沸揚揚。最出名的莫過於那樁高爾夫球事件，傳聞一位知名女星深夜趕往醫院取出了2顆高爾夫球，這位女星便是關之琳，劉銮雄為此賠償了2000萬。雖然劉銮雄2023年專門開了記者會，把這件事澄清了一遍。塞春卷啊，乒乓波、網球啊，點樣喺飛機嗰住啊，點樣鬧人啊，啲人抵得我揾到少少錢，多幾個女朋友，仲砌你，我咪就踩你咯。我做要做飛啊，遲啲唔係話塞人啊，我中意俾人塞添，都得㗎。但當時這消息實在太讓人吃驚了，還是鬧得滿城風雨，幾乎人人都知道了。大美女交往多了也會膩嗎？說不定真的會膩。1996年，劉銮雄換了口味，交往了一位相貌平平的王穎瑜。和早年生活艱辛、家庭缺愛的李嘉欣、蔡少芬與關之琳等女星不同，王穎瑜的家世要好上許多。他的父親呢，是頗具名望的大法官王建秋。他自己也在23歲時就取得了英國和香港的律師資格。1996年，王穎瑜應聘進入劉銮雄的公司工作。那時候的劉銮雄可能想換換口味，已經不再只愛美女，轉而鍾情才女了。於是兩人一來二去，就正式確立了戀愛關係。自詡擁有高貴血統的王小姐，完全瞧不上劉銮雄那些港姐女友們，甚至用雞來諷刺他們。雖然王小姐的樣貌比不上他們，但她的業務能力非常強，是劉銮雄身邊得力的員工。劉銮雄對王穎瑜同樣十分大方，不僅讓她做到了公司高層，而且霸總身份持續上升，帶着她各種買。就在買的過程中，幺蛾子出現了。當時落選了香港小姐的呂麗君，正好在奢侈品店做兼職，正好就搭上了劉銮雄。到手的富豪被搶走，王穎瑜哪裡甘心吶？一口氣吃了80顆安眠藥，被緊急送往了醫院。劉銮雄趕到醫院後，卻發現他安然無恙，原來他服下的只是維生素。劉銮雄根本不吃他這一套，他扭頭便離開了。王穎瑜被分手後，在公開場合發洩不滿，劉銮雄也不慣着他，直接當着記者的面予以反擊。劉銮雄說王小姐是獅子大開口，竟索要2億天價分手費。他替王小姐支付了2400萬買下高級公寓之後，他還胡亂進行投資，虧損了將近1000萬，也是自己替他償還的。每個月要吃掉價值10萬的燕窩，不知道是不是拿來漱口用的，還要購買價值數百萬元的名牌，自己已經仁至義盡了。王小姐購買燕窩，呂小姐打算買點什麼呢？買牙膏，哈哈，開個玩笑。當然不只是買牙膏這麼簡單了，還是2023年劉銮雄專門開了一場長達1個小時的記者招待會，主要是為了回應遺囑變更的事情，還有投資恆大的相關問題，也順便痛罵了那些胡亂揮霍他錢財的女人們。劉銮雄說有個女人買什麼東西都要刷他的卡，一支牙膏要報銷3次。當時記者正在問他和呂麗君的事兒，所以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猜到了是誰。那這呂麗君又是敗在了誰的手下呢？這個人就是甘比，也是劉銮雄口中他的最後一個女人。比起其他女伴索要豪宅、豪車與名牌包，娛樂記者出身的甘比從未向劉銮雄開口索要任何禮物或是1分錢財。我識阿甘比呢10幾年，佢從來冇要求我買任何禮物。
在甘比为刘銮雄诞下一女之后，吕丽君便以刘太身份自居，公开发文羞辱甘比，大意是指不知是哪来的野种，以此自报家丑。甘比选择了默默忍耐，始终没有发声。这要是换成我们的李嘉欣大美女，恐怕早就10万个电话轰炸过去了吧。2016年，65岁的刘銮雄不幸患上了肾衰竭，当时病情相当严重。68岁那年，他花了3个亿给自己换了个新肾。在之后一段时间内都有这个传言，说这个肾是甘比的妈妈为了报恩捐给他的。后来越传越过分了，于是刘銮雄后来专门开了记者会，亲口澄清这个肾不是甘比妈妈的。他说自己肯定会找个年轻的肾，才不会要60岁的老肾呢。这样一想也没错，人家不缺钱，换个肾毛毛雨。说回到刘銮雄肾病期间，吕丽君来医院看了一次，但不是关心刘銮雄，而是关心他的遗产分配。相比之下，甘比在刘銮雄住院期间精心照顾，任劳任怨。刘銮雄十分感动地说，认识他15、16年，我生病时他悉心照料，还要操持整个家，他真的非常辛苦劳累。出院后，刘銮雄宣布再婚，迎娶甘比。甘比终于苦尽甘来，成功转正上位，成为几十年来继宝永琴之后的第2任刘太。刘銮雄还在记者会上坦言，甘比会是他的最后一个女人。至此，刘銮雄为娱乐版面几十年来贡献的热度落下了帷幕。刘銮雄如今已经74岁了，一场大病也让他看起来虚弱了很多。2023年，他开了2场记者会，澄清了很多事情。同年1月，他被拍到和吕丽君在商场合体现身，传出吕飞回宫的消息。他火速召开记者会发表声明，声称此次见面只是因为对方有事相求，看在孩子的份上才答应见面的。自己和吕丽君已经彻底断绝关系，绝对不会复合，还回应了多年前登报的高尔夫球传闻事件，那些传闻都是子虚乌有。那06年那次登报祝寿呢，也是别人让他助理去办的，他只是顺水推舟做了个人情，更否认了李万和李嘉欣的关系，说他娱乐圈的那些女友啊，没一个值得称赞。到了11月，他再开记者会，除了澄清生意上的事儿，又不指名道姓，但大家都懂得骂了一通吕丽君。可见他对吕丽君真是恨得深沉呐。如今刘銮雄说自己只想安安稳稳看着子女长大，也许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看清了人生真谛，也许是年纪大了，到了只想要享受天伦之乐的阶段了吧。而那些和他有过关系的女人呢？1992年，宝永琴和刘銮雄离婚后患上乳腺癌，虽然积极治疗后康复了，但又于2003年患上急性肾衰竭，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却因并发症不幸离世。眼看嫁入豪门无望的李嘉欣，最终在2008年与富商许晋亨步入婚姻殿堂，如今也过着相夫教子的安稳生活。而当年被李嘉欣电话痛骂的洪欣，在2009年与比自己年轻10岁的演员张丹峰结婚后，便逐渐淡出娱乐圈。他上一次成为大众焦点，还是因为张丹峰被传与经纪人关系暧昧，疑似出轨。洪欣率先在微博发文宣布2人已经离婚，后来改口说是自己情绪激动，并没有离婚。现在时不时还会和丈夫一起合体直播。而关之琳在2009年被媒体拍到与当时已婚的国剧董事长陈泰明温馨同行，之后陈泰明离婚，与他秘密结婚。2015年，他宣布自己已经离婚了。蔡少芬呢？2000年，他与嗜赌成性的母亲断绝了关系。2003年，母亲成功戒掉了赌博，母女2人的关系得以修复。时间来到2007年，他与在拍摄《水月洞天》时相识的张晋步入了婚姻殿堂。在这之后，他凭借在《甄嬛传》中饰演的皇后娘娘一角，可谓是吃尽了角色带来的红利。凭着一口让人似懂非懂、听了哭笑不得的港式普通话，他在内地的各种综艺节目上频频亮相。前不久的50岁生日，他晒出了过生日的幸福照片。而那个让刘銮雄最恨的女人吕丽君，虽然拿了20亿分手费，日子却不太好过。吕丽君自诩博士毕业，热爱投资，但眼光不太行。从2020年就有传闻，她购买恒大与佳兆业的证券被平仓，从刘銮雄那儿分到的20亿全都打了水漂，总让刘銮雄给他收拾各种烂摊子。刘銮雄说，其他人找他帮忙，他都会在0.1秒内决定帮还是不帮。而吕丽君，她足足思考了2分钟。刘銮雄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同时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